一转眼我已经99岁了，坐在办公室里看着账户上那些天文数字，人很容易变得迟钝，也很容易忘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来的。为了保持清醒，我经常强迫自己做一个极端的思想实验，一个会让普通人吓出一身冷汗的实验。我闭上眼睛，想象明天早上醒来，世界完全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受人尊敬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副主席，也不再是查理芒格。我的豪宅消失了，那张舒适的椅子不见了，那个甚至有些让人厌烦的巨额股票账户也归零了。昔日的名望、社交圈，那些巴结我的人，通通切断。我回到了25岁，躺在洛杉矶一间破旧、潮湿、墙皮脱落的出租屋里，窗外是嘈杂的车流声，口袋里摸遍了也只有几百块钱，而且这几百块钱下周还得拿去交房租。除此之外，我背着一大笔助学贷款，身无分文，甚至还要养活一个家庭。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很多年轻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们眼里充满了那种我在赌场里经常看到的渴望，那种期待奇迹的眼神。他们希望我说出什么神奇的秘诀，比如，查理，我会马上去借钱，用100倍的杠杆买入一只被严重低估的股票，或者抓住下一个虚拟货币的浪潮，一夜暴富，就像我在1973年那样。一夜暴富，如果我真的这么回答，那我是在害你，我是在教你自寻死路。听好了，年轻人，如果我真的没钱，陷入了这种地狱般的开局，我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绝对不去碰股票，连看都不看一眼。为什么？因为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如果我想让自己死得很难看，我会怎么做？我会身无分文，却试图在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资本市场里博弈。投资是有钱人的游戏，是资本的游戏，本质就是用钱生钱。你没钱，凭什么生钱？拿命去拼吗？我见过太多像大卫那样愚蠢的年轻人，手里才几千块钱，就想靠炒股发财。他们每天盯着那红红绿绿的走势图，心情跟着那根细细的曲线上下起伏。赚了几百块就觉得自己是巴菲特，亏了几百块就吃不下饭，甚至想去跳楼。这根本不是投资，这简直是赌博，而且是赢面极低的赌博。因为你没有本金，你亏不起，你的心态从一开始就是扭曲的，你急于速成，你受不了波动，市场上一点风吹草动都能把你吓得魂飞魄散。对穷人来说，股市不是提款机，而是一台精密的绞肉机。所以，如果我现在25岁，一无所有，我会彻底忘掉股票，忘掉复利，忘掉什么资产配置这些高深的词汇。我会很平静地告诉自己，查理，你现在是个穷光蛋，你没资格谈资本。但我绝不会慌，因为我知道，虽然钱没了，但我脑子里的致富系统还在。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钱不是去追来的，而是被吸引过来的。只要我能重建这个吸引系统，财富就会像铁屑被磁铁吸引一样回到我身边，迟早都会回来的，只是时间问题。可能是5年，也可能是10年，但我一定会扭转局面。这听起来狂妄，不，这不是狂妄，这源自我对商业规律最底层的深刻理解。如果你想在10年内从零开始翻身，必须抛弃一切走捷径的想法，你必须严格遵守，甚至有点违背人性的去做3件最基本，但也是最重要的事。这3件事就像摩天大楼的地基，如果跳过它们直接去盖楼，你的楼迟早会塌。大多数人一辈子平庸，甚至晚景凄凉，
就是因为他们总是试图跳过第一步，直接冲向终点。现在，让我用我99年的经验，告诉你这3张王牌是什么。如果我明天一无所有，我做的第一件事听起来可能很无聊，甚至像是在为资本家做牛做马，但这恰恰是所有白手起家者最大的秘密。关键不是找风口，也不是搭关系，而是卖东西。确实，当你一无所有时，你得清楚自己没资本买资产，只能卖自己。但我说的卖，不是去卖体力搬砖，也不是用时间当廉价劳动力，那是最低级的卖法。那是这种残酷社会里的底层燃料，你永远翻不了身。我希望你卖的东西是这个混乱世界里极其稀缺、极其珍贵的东西，那就是确定性。看看你周围，把眼睛睁大一点，这个世界充满了混乱、谎言、拖延和不靠谱。装修工信誓旦旦说星期3来修屋顶，结果星期5才晃晃悠悠地出现，还没带够工具。律师承诺帮你仔细审查合同，结果漏洞百出。老板承诺年终发奖金，结果只是画了一个大饼。每个人都在让别人失望，每个人都在找借口。这就是热力学第2定律在人类社会的体现：熵增。世界倾向于变得无序、不靠谱、混乱、违约，这才是常态。但这给了你巨大的、几乎是无限的套利空间。如果我25岁一无所有，我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制造确定性的机器。不管做什么工作，哪怕是在杂货铺当收银员，或者在律所当最低级的实习生，我都会遵守一条铁一般的规矩。无论承诺什么，哪怕天塌下来，也要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凡是我经手的事情，不需要别人检查第2遍，必须准确无误。无论我在哪里，只要我出现，混乱就会停止，秩序就会建立起来。听起来傻乎乎的，有点吃亏，对吧？现在的年轻人都太精明了，总想显得聪明、有创意、有个性。他们觉得靠谱这个词太老土了，像是上个世纪的老古董。但在商业世界里，靠谱才是真正的智慧，是最高级的聪明。因为商业的本质是交易，而交易的基础是信任，确定性就是信任的来源。当你成为一个能带来确定感的人，奇迹就会发生。你的老板会发现，把任务交给你，他能睡个安稳觉。这在现代职场里简直是奢侈品。真能让他睡个安稳觉，重要的任务自然会向你倾斜。你的客户会发现你从不欺骗他们，你言出必行，所以订单也会偏向你。你的合作伙伴会发现你不会在背后捅刀子，所以最好的机会也会向你靠拢。这就是所谓的无缝信任网络。我们伯克希尔能赚这么多钱，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聪明，不是因为我们懂什么复杂的算法，而是因为我们特别可靠。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建立起让别人敢把身家性命交付给我们的信任。对我们来说，这是声誉，但对一无所有的你来说，这份确定性就是你唯一的原始资本。它比钱更有价值，因为钱会花掉或者贬值，但只要你不毁掉自己的信誉，它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年轻的时候，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我不是最聪明的律师，也不是什么天才，但我一定是合伙人最放心的律师。如果合伙人问我案件进展，我不会用那种模棱两可的废话，比如大概、可能或者也许。我会告诉他确切的情况、潜在的风险，以及我的备选方案 A、方案 B 和方案 C。我从不让意外发生。正是这个能力，
让我在没有背景和资源的情况下，快速赢得了那些大人物的信任。信任就是杠杆，能撬动比自身能力多得多的资源。所以，如果你想扭转局面，马上停止抱怨，停止觉得自己怀才不遇，问问自己，你是系统里的确定变量，还是随机变量？如果你经常迟到，经常食言，经常找借口，那你就是随机变量。在资本眼里，你就是风险，是成本，是一个待优化的对象，随时可以被替换掉。如果你守时、靠谱、讲信用，你就是一个确定的变量。在资本眼里，你是资产，是护城河，是极其稀缺的优质资源。这是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我不想着怎么赚100万，我只想把这件小事做好，做到比别人更靠谱。我会用这种靠谱换取自己在社会里的信用评级。这个评级看不见摸不着，银行也不会给你发证书，但它决定了你的天花板。当你第一次通过卖出确定性赚到了钱，或者拿到了第一次晋升，甚至赢得了某个高人的赏识时，你已经迈出了扭转局面的第一步。不要试图做一个聪明人，要做一个不犯傻的靠谱人，这很难，但这是捷径。但这还不够，可靠性只能让你活得下去，能让你有一口饭吃，却不能让你变得富有。要实现指数级增长，你需要在可靠性之上再加一层更锋利、更坚硬的东西。这一层东西将决定你是一辈子当个好员工，还是成为不可替代的专家，进而拥有定价权。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第二张牌，如何把你的时间转化为终极的专业能力。当你建立了可靠的声誉，机会自然会找上门。但这只是开始。在这个阶段，你本质上还只是在卖时间。时间是有限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哪怕你不睡觉，也只有这么多。如果你想用有限的时间换取无限的资本，就必须提高单价。怎么提高单价？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某个细分领域的垄断者。如果我25岁，一无所有，我绝不会追求那种所谓的佛系生活，我也不会谈什么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那是已经致富的人的特权，或者是失败者的遮羞布，穷人根本没得选。我会像个苦行僧一样，把自己关在一个很小的领域里，然后深挖，疯狂的深挖，直到成为这个领域里顶尖的那1%。哪怕这个领域很小，小到只有针尖那么大。比如说，我如果在律师事务所当助理，光写好文件我是不满足的，我会去钻研那个特定的细分领域，具体的条款我得钻研透，过去50年的相关案例也得全看遍，直到我比合伙人还懂这条款。如果我开卡车，光准时到达我不满足，我会研究路线、油耗，还有货物装载的技巧，直到我成为全美运输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司机。这就是一种苦行僧式的专业精神。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竞争极其残酷。根据生物学的竞争排他性原理，两个生态位完全重叠的物种不可能长期共存，弱者一定会被淘汰。要想生存，你必须差异化。什么都会一点的人很便宜，随时都能被替代，但能解决具体疑难问题的专家是无价的。现在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浮躁了，太想做多面手了。他们想什么都学，什么都干，今天学编程，明天学设计，后天又去学剪辑。他们以为这叫多才多艺，以为这叫斜杠青年，其实不过是平庸的积累。3个60分的技能加起来绝对不会变成180分。
依然是3个平庸的60分。在市场上，没有人愿意为平庸买单，但是一个技能达到99分的价值是60分的万倍。这就是幂律分布，这就是赢家通吃。年轻时，为了在法律界站稳脚跟，我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我不仅仅是提供法律咨询，我用老板的思维和他们的商业模式去思考。我不仅解决法律问题，更是在帮他们解决生意上的问题。正是因为这种极致的专业，让客户依赖我。他们遇到大麻烦时，不是先想找律师，而是先想到我。那一刻，定价权就在我手里。我不再是求着别人给饭吃，而是别人求着我帮忙。所以如果你想扭转局面，别再沉迷那些花哨的爱好，别再进行那些无效的社交，选定一条路，即使看起来无聊，即使看起来枯燥，甚至不怎么光鲜，也要埋头苦干。早起、熬夜、读书、练习、复盘，忍受孤独，忍受无聊，忍受被误解。你得像钉子一样钉在那个点上，直到把它钉进去，直到穿透表面，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个过程很痛苦，我知道。这种痛苦就像是在厚木板上钻孔，你会觉得毫无进展，你会觉得手酸背痛，但这种痛苦是必须的。只有经历了它，你才能成长为一个有能力的中产阶级。这是必经之路。当你变成那个不可替代的人，你的收入会成倍增长，你会攒下第一笔10万，第一笔50万，这就是你的第一桶金。但这桶金不仅仅是钱，更是一份自信。它证明了你有能力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靠自己的本事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你不需要了解所有的事，你只需要了解能让你赚钱的那一件事，并把它做到极致。现在你有了钱，也有了自信。大多数人在这个阶段就开始飘了，他们开始觉得苦日子到头了，该享受了。他们开始换车，开始贷款买大房子，开始去高档餐厅，开始挥霍自己积累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中产阶级一辈子只能是中产阶级，甚至随时可能跌回底层，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守住这股能量。如果是我赚到第一桶金后，我会做第2件最重要的事。听起来像是在防守，实际上这是最凌厉的进攻。关键是如何让你辛苦挣来的钱发挥更大作用，而不是让它流走。你像和尚一样拼命努力，终于赚了一大笔钱。就在这时，魔鬼会来敲门。魔鬼会用温柔的声音对你说，你辛苦了这么久，应该犒劳一下自己。看看你的朋友们，他们都买了新车，你也应该换个更大的房子去度个假。如果你听了魔鬼的话，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不仅翻身无望，还会被打回原点，甚至比以前更糟。所以如果让我重来一次，25岁那年我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接下来我要做的第2件事，也是最反人性的，就是筑起一道深不见底的壕沟来抵御消费主义。听起来挺保守，但我告诉你，这是进攻的前提。赚钱不难，难的是守住钱。在这个商业社会里，全天候都有无数聪明人想方设法把你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广告、营销、分期付款、花哨的包装，他们织了一张无形的大网。如果你没有护城河，你的钱就像漏斗里的水，赚多少都流失多少。我会用逆向思维，问自己什么能保证我永远不会翻船。答案很明确，债务和生活方式膨胀。所以我的护城河由2条铁律组成。第一条就是极度讨厌债务。
在我生活中，除了刚开始买房时为了应对通胀借了一点钱，几乎不借钱。对于一个一无所有、想要翻身的人来说，债务根本不是杠杆，那是枷锁，是奴隶的脚镣。一旦你贷了车贷、消费贷，你就失去了自由。你不敢丢工作，不敢尝试新机会，也不敢拒绝老板的不合理要求。你必须还债，等于把未来卖了，这就是一种奴役。所以在我的逆转计划里，我会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信用卡债务。我宁愿穿旧衣服，吃便宜的三明治，住小的公寓，也绝不为所谓面子借一分钱。我想确保我每一次呼吸都是自由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最大化我的长期利益，而不是根据下个月的账单来决定。第二条规则是把每一分钱都当成种子，或者更形象一点，当成士兵。很多人存不了钱，是因为他们把钱当成消费凭证。他们看到1万块钱，看到的是一个包、一次旅行，或者一台新电脑。但我把钱看作生产资料。当我手里有1万块钱时，我不会想着买设计师包或者去欧洲旅游。我看到的是一支军队，这1万块钱是我的士兵。如果我花掉了，就是在杀掉我的士兵，我就成了光杆司令。如果我留下来让他们去战斗，他们会帮我招募更多的士兵，生出更多的钱。这就是机会成本。你25岁花出去的1万块，大概30年后算上复利，可能会变成10万甚至更多。所以你喝的那杯星巴克不只是30块，而是未来的300块。你买的那辆新车不只是30万，而是你未来的财务自由。这种想法很折磨人，意思是当别人都在享受的时候，你得继续过苦行僧的生活。你得忍受朋友的炫耀，忍受亲戚的质疑，还得忍受自己内心的渴望。但我跟你说，这很值得，因为你是在积蓄潜能，就像修水坝一样，蓄水期间一定要紧闭闸门，一滴水都不能漏。只有水位积攒到足够高，闸门一开，才能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大多数中产阶级之所以平庸，就是因为他们是个漏水的水坝，水一积攒起来就立刻放掉，永远积不成潜能，永远没有爆发的那一天。如果让我重新开始，我会当个快乐的守财奴。我会盯着银行账户，看数字一天比一天多。那种快乐比任何消费都让我兴奋，因为我知道那不只是数字，那是我的弹药，那是我的自由。我在等待，等机会用这些弹药，在这个世界上闯出一片天地。当你有赚钱的能力，还有护卫你财富的护城河时，你已经无敌了。你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变成了带着重兵的将军。别让你的欲望超过你的收入，这是铁律。如果你连自己的欲望都控制不了，你还想控制什么？控制股价吗？别做梦了。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你只需要做最后一件事。这件事将决定你是过安稳的小日子，还是实现阶层的大飞跃。当你看到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一点点增加时，可能会觉得无聊。你觉得这样就够了吗？难道我要这样一点一点存钱，存到99岁吗？这就是最让人心痛的地方，也是大多数人倒下的地方。你需要理解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临界质量。你得明白，财富的积累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型的。但在指数曲线起飞之前，会有一段漫长、平坦且看似毫无希望的平台期。我常说，赚到第一个10万是最难的，不只是因为钱难赚，更因为在那个阶段，你的钱还不能为你工作。你所有的增长都来自你的双手，
来自你的汗水。如果你停下来，增长也会停止，这就是线性增长的陷阱。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一辈子都被线性增长困住，即使他们年薪100万，也只是高级员工，因为一旦生病或者被裁员，现金流就会断了。如果想要逆转，必须突破这个关键点，要从员工思维转变为老板思维。什么是老板思维？就是你不再盯着工资看，而是看你的资产有多大。当你攒到第一个10万或者50万的时候，这钱已经不只是钱了，它是你的分身，它全天候为你工作，不用吃饭也不用睡觉。你现在正处在积累弹药的阶段，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快让它成长，让这个分身长大，直到他赚的钱超过你工资的10%或20%，那一刻就是起点。要达到这个起点，你必须忍受别人无法承受的孤独。在25到35岁的这10年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像个和尚，你的朋友们都在发旅游的照片，而你还在攒钱；你的同事们换了新车，而你还在攒钱。整个世界都在诱惑你消费，但你就像个守财奴，死死攥着钱袋子。最近日子不好过，你会怀疑人生，会觉得自己在浪费青春。但我告诉你，其实你正是在珍惜青春，因为你用现在的小快乐换未来的大自由。大家都知道，滚雪球最难的不是在坡上滚，而是一开始在平地上弯着腰，用手把雪紧紧捏成一个小雪球。手会冻僵，腰会疼，雪球看起来也很小，但只要坚持下去，雪球一旦够大，一旦你把它从长长的坡上推下去，物理定律就会起作用，重力会帮你，惯性也会帮你。那时候你赚钱不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乘法，养成对临界点的渴望，它会成为你强大的动力。当你终于存够钱，有资格跟资本市场谈判时，你会发现眼中的世界变了。你不再是那个焦虑的求职者了，你现在是拿着猎枪的猎人。你不再担心早餐从哪儿来，而开始考虑明年的收成会在哪里。现在你终于准备好做第3件事了，那就是派你的克隆人上战场，让他去为你掠夺真正的财富。所以我说，别急着买股票，只有当你有足够厚实的盾牌，也就是储蓄，才能拔剑投资。接下来就是怎么投的问题。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第3件事，也是投资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个冷静的狙击手。当你终于有了能改变命运的钱时，你会感到一股强烈的冲动，感觉钱在口袋里都快烧起来了。你会想马上投资，把钱翻倍，让钱为你工作。这个时候，市场上各种声音不断响起，专家推荐股票，新闻报道热点，你的朋友在聊内幕消息。如果你听信他们，频繁买，你就是个乱开机枪的傻瓜，子弹很快就打光了，然后丢脸地回到起点。狙击手是什么？战场上的狙击手有99%的时间都是趴着不动，静静等待。他等风停，等光线合适，等目标完全暴露在视线里，没有任何遮挡。只有在那个完美的时刻，他才会扣动扳机，一枪毙命。投资也是一样，我不是挑股票的天才，我是等待的大师。我在等那个房间里的大象，那种大到让你无法忽视的机会。它简单到傻子都能看懂，成功的几率高到让你觉得不买简直是犯罪。这样的机会多吗？很少，大概2-3年甚至5年才有一次。在机会出现之前，我会怎么办？我会握着现金坐着一动不动。这很不合常理，因为现金在贬值，
通货膨胀正在蚕食你的钱，拿着现金会让你感到焦虑，好像在亏钱。但你必须忍受这种焦虑，因为现金不是废纸，现金是你的看涨期权，它赋予你权利去捡地上的黄金。想象一下，如果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所有资产都在暴跌，很多优秀的公司都被打折卖出，那些平时为了效率总是满仓操作的人，这会儿要么忙着追加保证金，要么绝望地止损了。但你手里有现钱，就好比走进一家奢侈品店，正赶上全场1折优惠，你可以从容地挑选最好的资产，用超低的价格买入。就在那一刻，你的一笔交易可能为未来10年的财富打下基础。这就是狙击手的逻辑。平时我们得像守财奴一样积累财富，但关键时刻要像赌徒一样大胆重注。如果我只有25岁，手里只有第一笔积蓄，我绝不会分散投资。分散投资是给保守派准备的，是给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准备的保护伞。如果你只有几万块，分散投到10只股票里，即使其中1只翻倍，对你的生活影响也不大。我会专注于我最了解的领域，盯准我最有把握的机会。一旦机会来了，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积蓄全押上。这听起来很冒险，对吧？但如果你真正明白了，其实这不是冒险。假如你在地上看到100块钱，你会弯腰捡起来吗？这算冒险吗？不，这是常识。我等的就是这种捡钱的机会。当然，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如果你没有能力判断个股，最好的狙击目标就是国家的国运，也就是指数基金。但这同样需要狙击手的心态，别在市场疯狂的时候买入。当大家都在喊着冲刺几万点的时候，你要冷静。当大家都绝望时，你开始投资。或者更简单点，买了之后就假装自己去火星旅行10年，别碰它。投资界最贵的3个字就是做点什么。每次因为恐慌卖出，或者因为贪婪买入，钱都给了经纪人。我这辈子赚的钱不是靠频繁买卖来的，而是靠坐着不动赚来的。但这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你得能忍受孤独，忍受别人的嘲笑，忍受看着别人快速赚钱，而你却波澜不惊。但这都是值得的，因为当你像狙击手一样精准出击时，你不仅会获得财富回报，还会获得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感。耐心，耐心，还是耐心。如果你没有持有10年以上这种跨度的眼光，你就不要持有它10分钟。通过卖确定性赚钱，通过构建护城河赚钱，通过狙击投资守住钱。你让钱帮你赢得自由，这是我扭转局面的3步法。看起来很简单，没有复杂的公式，也没有什么神奇代码。但为什么大多数人做不到？因为每一步都逆潮流，每一步都在对抗你的人性弱点。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保证我不掉队，能保证我一直做出正确的决策，那就是我要说的最后一点，也是所有这一切的基石：终身学习。如果明天我真的一无所有，我唯一害怕的不是赔钱，而是失忆，或者脑子不好使。只要脑子还在，只要思维模式还在，我一点都不怕。因为我知道钱从我口袋里掏出去很容易，但拿走我脑子里的智慧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问我，查理，你为什么这么有钱？我总是回答，因为我是一个带腿的学习机器。我和沃伦，我们每天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努力比早上醒来时聪明一点。听起来像心灵鸡汤，但我告诉你，这其实是数学知识。就像钱一样，智慧也有复利。如果你每天只是重复同样的工作，你的能力曲线会很平坦。
但如果你每天学点新东西，哪怕只是理解一个商业案例，都会有进步。刚开始你可能看不出差别，但5年、10年后，这些小小的进步会积累成巨大的差距。你会发现自己的视角变了，别人只看到表面，而你能看清本质。别人还在雾里摸索，你却能一眼看到出口。这种洞察力是你赚大钱的根本原因。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来说，学习是唯一不需要依赖别人的东西。你可以利用那些不需要资金就能获得的资源，书籍就在那儿，每本也就几十块钱，图书馆也在那儿，而且是免费的。只要你愿意读，愿意思考，你就有资格和牛顿、富兰克林、亚当·斯密对话。这是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投资，毫无疑问。但我说的学习，不是为了拿更多的证书，也不是死记硬背书本知识。我希望你学会的是一种能带来超级叠加效应的思维方式，我称之为普世智慧的格栅理论。这个世界是复杂的，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学科能解释所有问题，但在商业世界里，真正的大机会从来不会只属于某一个领域，它往往出现在心理学、工程学、历史和数学的交叉点上。如果你只懂会计，你看到的只有数字；如果你只懂技术，你看到的只有代码；如果你只懂营销，你看到的只有广告。你是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但如果你3样都懂了，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你能明白为什么有些烂产品卖得好，那是心理学；为什么有些好公司会倒闭，那是历史；为什么有些泡沫注定要破，那是数学。当你拥有这种跨学科的思维模型，你就会有神的视角。你不再是那个只会用锤子敲钉子的木匠，而是变成了挥舞指挥棒的交响乐指挥。如果我25岁，不管工作多忙，生活多累，我都会每天坚持做这件事。我会至少挤出2个小时来读书。我会读那些已故伟人的传记，看看他们是怎么在绝境中逆转局面的。我会读基础学科的教材，弄懂这个世界背后的逻辑。我还会研究那些失败的案例，把别人的教训变成自己的经验。这样的学习就是在升级你大脑的操作系统。你得明白，现在这个时代，赚钱的逻辑变了。以前靠体力赚钱，熬夜加班赚钱，但现在靠认知和判断力赚钱。一句正确的判断，顶得上1000小时的盲目努力。判断力从哪儿来？就是你读过的每本书，想过的每个问题。很多年轻人跟我抱怨说，查理，我没时间看书，每天都加班到很晚，只想待在家里躺着刷手机。我看着他们，就像看着一群仓鼠在跑步机上拼命奔跑，他们以为自己在前进，实际上只是在消耗自己。如果你不充电你的大脑，思维会变得疲惫，眼界会越来越窄，你会永远陷在那种低层次的拼命工作的陷阱里，为了几块钱到处奔波，这才是真正的贫穷。所以就算你现在1分钱都没有，也请记住，大脑才是你最重要的财富，你的认知就是你最强大的护城河，你的学习能力是你终极的武器。别在买书上舍不得花钱，那是你通向自由的门票。别吝啬思考的时间，那是磨砺头脑的时刻。当你的大脑足够富有，思考足够深入，钱只是你智慧的副产品，它会自然而然地流向你，你根本挡不住。如果你不想终身学习，哪怕你现在很有钱，你也注定会变穷。或者就算你没变穷，你也只是个有钱的傻瓜。现在我们已经讲完了整个过程，
从地狱开局，通过卖确定性来赚取本金，通过构建护城河保护本金，再到像狙击手一样投资赚钱，最后通过终身学习积累复利。这4步构成了我一生的智慧。最后，我想跟你聊聊所有努力的意义。当我们从零开始拼命奋斗，哪怕是吃糠咽菜也要争取财务自由时，我们到底在争什么？只是为了住比邻居更大的房子，还是为了开豪车在街上轰鸣而过找存在感，还是为了让那些曾经看不起你的人嫉妒？不是的。如果你的动力是这些，那我告诉你，你还是穷，你只是个有点钱的穷人，因为你的灵魂还被虚荣和自卑奴役着。年轻的时候，我渴望富有，但不是为了买法拉利，也不是为了买游艇，我是为了获得独立。我想要自由说不的权利，我想有能力让不喜欢的客户滚蛋，我想面对不合理的制度时敢说不，我想在不同意别人观点的时候大声反驳，不用担心会丢工作，不用担心下个月的房租。这就是翻身的终极意义，不是让你拥有更多，而是让你不再需要讨好任何人。这种自由是世上最昂贵的奢侈。当你一无所有时，尊严很脆弱，你得忍受老板的坏脾气，忍受生活的压迫，为了活下去低头。但当你有了财富，你就有了护甲。你可以在阳光下散步，可以花1个下午看本好书，也可以去钓鱼、思考、陪伴家人。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打造生活，而不是被迫活在别人的剧本里。这就是我说的，财富是通往自由的门票。但请记住，为了这张门票，你付出了你的品格。在赚钱的过程中，你最大的收获不是钱，而是你磨练出的赚钱能力，是你培养起来的理财自律，是你投资时的耐心，是你学到的知识和智慧。这些东西已经融入你的血液，塑造了你的灵魂。即使有一天命运开了个大玩笑，把你所有的钱都拿走了，就像文章开头假设的那样，你也不会害怕，因为那个可靠、克制、耐心又睿智的你依然屹立不倒。你总能在废墟上重建摩天大楼，这就是反脆弱，这才是真正的财富。年轻人，我知道现在生活很难，我也知道阶层固化的现实，我知道机会很少。你可能觉得像我这样一个老头，从高处说话，没经历过痛苦，但请相信我，我也曾年轻过，我曾一无所有，也曾绝望过，但我没有放弃，没有走捷径，也没有抱怨，我只是笨拙又坚持，一天一天地做正确的事，承认无知，追求常识，极度诚实，终身学习。听起来很慢，但其实这是最快到达顶峰的路，因为这条路上没有堵车，也没有车祸，你可以一直走到尽头。所以如果明天醒来一无所有，请别哭，洗把脸，穿上你最干净的衬衫，然后出门去找工作，哪怕是最普通的工作，也要尽力做好。买本书，哪怕是最简单的那种，好好读。存1块钱，哪怕是最小的金额，把它当作希望的种子。从今天开始，做你自己的救赎者。当你迈出第一步时，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我是查理·芒格，这就是我的建议。